你知道什么风水能让人升官发财吗？相传东北有一个刘姓财主，为了让家里的子孙升官发财，找到了一个叫李一指的风水先生，承诺只要能帮他家找一个好的风水宝穴，就给李一指30万的酬劳。而李一指正为孙子学费发愁，一听此言立马心动了，于是当天就带着刘财主直奔辽中。说来二人运气着实不差，出发不久就在山里找到一个玉兔禅宫穴。经过李一指一番指挥操作，工人们刚刚解好了穴，没想到就出了变故，李一指竟然在平地上崴了脚，送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是双脚骨膜破裂，这辈子也站不起来了，也就是说李一指残废了。刘财主找人给李一指送回家，在屋内李一指说：“你看我这血也点了，双腿残废就是因果报应。之后我将身体生疮，双目失明，不出3个月我就会去世。这钱你也该给我了。”可刘财主却说：“一切为应验，这钱数目不小。”于是李一指又说：“你刘家半个月内必有鸿运登门。”刘财主也不傻，他知道鸿运即是官运，随即告诉李一指，假若真能升迁，他必然会把30万奉上。留下这句话离开后，转眼间半月已过，李一指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瘫痪在床，靠着厘米救济，紧接着身体长了蛇盘疮，每天都在疼痛中度过，折腾了半个月，眼睛也瞎了。经过打听，他家大儿子不仅从镇上调到了县，而且还当了官。仅半个月的时间，血眼的作用显现了，李一指就让邻居去找刘财主要钱，可是对方选择了避而不见，甚至给的地址都是假的。就这样，李一指不单单是钱没捞到，还把自己的命折腾没了。那天地灵穴是不能随便点，可是现在后悔也没有办法了。李一指的孙子张大宝回来后，听说了此事后义愤填膺，就要去找刘财主算账。可李一指却拦住张大宝，说道：“你现在去找刘财主，他根本不会承认的。”张大宝闻言哭丧着脸：“难道我们就白白便宜了他吗？”李一指冷笑道：“风水师的钱不是那么好欠的，既然他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。”大宝，你拿着我的青娘，到了夜里子时，找到双蛇缠兔的洞口，然后你用梧桐剑杀了金银蛇，我的蛇盘疮就能好，并将那兔子眼睛剜下来，丢给芦苇荡里的蛤蟆吃掉，不出3日。我就能恢复健康。”李一指又交代了下具体做法。张大宝仔细听完后，带着家伙是直奔刘家的祖，壮着胆子按照李一指所说，找到了祖坟旁那1尺宽度的洞口。借着红蜡烛的烛光，看到面前的洞口，张大宝心里有些吃惊，哪里来的双蛇缠兔？根本就是黑乎乎的洞口，什么也没有。张大宝有些蒙圈，杀不了蛇和兔，爷爷的命就没了，只好安慰自己多等一会。是靠在老刘家的祖坟前，不知不觉中上下眼皮就开始打架了，眼前模糊一片。可眼看自己要睡着的时候，耳边传来脆生生的童谣，让张大宝惊出了一身冷汗。蛇下蛋，猫上房，老鼠的儿子偷黄粮。不对，应该叫图建昌西安邦，飞来凤凰鸣4方。2个男童也笑嘻嘻的：“姐姐净瞎说，哪里来的凤凰？那兴国干邦与我有何干？快来玩呀！我们去抓鱼！”“不行，我不会水啊！”张大宝见状，冷汗刷刷的流。现在至少后半夜一点了，荒郊野外的怎么会有孩子在玩呢？难道家里的大人不管吗？吞咽了口唾沫，这是感觉太邪门了。张大宝捂着手里的梧桐剑，他在老刘家的祖坟后向前方眺望，水面上浮萍若线，银色的月光将岸边的3名孩童的身材相貌映衬得十分清晰。3人均在7、8岁的年纪，其中女童一身洁白的纱衣，2名男童则穿着古代地主家的绸缎服，一金一银显得格外亮眼。男童将女童围在中间，指着水里，双方嬉嬉闹闹，显得非常开心。张大宝心里已经翻了天，爷爷所说的一金一银，莫非是这2位孩童？所谓蛇缠兔，莫不是缠着兔子玩不让他走？可这3人分明是孩子。就在张大宝犹豫间，忽然感觉一股凉风扑面，身后传来女童脆声：“大哥哥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为什么要在我和小金、小新家的房顶上趴着？别给压坏了，快下来！”张大宝吞咽了口唾沫，浑身汗毛炸起，诡异的气氛已经不言而喻。他明明趴着的是刘家祖坟，怎么会是那2个小孩子的家？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，张大宝缓缓地转过身，只见那小女孩身粉妆玉琢，大眼睛目光清澈，睫毛忽闪忽闪的样子，就像是年画里的大娃娃一样。眨眼的功夫，那金衣服的男童出现在女童身旁，戒备地拦在女童身前说：“姐姐，他是谁啊？”银衣服男孩又说：“对啊，你是谁啊？为什么趴我们家的屋顶？”当张大宝借着月光端向男童时，这2个小男孩的瞳孔内竟然散发着淡黄色的凶光，尤其脖子的位置还有鳞片闪烁，他吓得差点掉头就跑。可一想到爷爷即将离世，又让自己稳住情绪。这时女童忽然开口说：“大哥哥，要不要一起玩啊？小金游泳可快了。”张大宝灵机一动地说：“好。”现在这2人的身份已经确定了，并且他发现那个女童好似什么也不知情，就知道玩。精英男童警惕地盯着张大宝不放。女童开心道：“小金，你去游一个。”小金虽然不太情愿，但还是照做。当他下水时，水面上分明是条1米多长的金环蛇。张大宝握着用红布包裹的梧桐剑说：“小金游得太远了，我去叫他。”没等他们开口，张大宝一个猛子进了水里。现在已经来不及考虑太多了。刚刚张大宝注意了一个细节，就是不管是小金还是小鱼，他们当中必须有一个始终不离开女童身侧。见张大宝下水，他急速奔着张大宝游来。张大宝心中却一点也不慌，他临行前曾把爷爷烟锅子里的烟油带上，这玩意是蛇的克星。果然，那金环蛇见到水里的烟油，顿时就翻腾了，水面啪啪的作响，就像小孩落水一样。趁这机会，张大宝游过去，一刀结果了金环蛇。大蛇死后，湖面缓缓的静止，寂静的夜空中传来小银嚎啕的大哭声。张大宝游上岸边，连滚带爬的跑向小银。那男童看见张大宝后吓得惊叫一声，便神色惊慌的逃跑。
跑，张大宝也顾不上许多，就在其后追赶。就见那小影跑向了坟前土坑的位置，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。而当张大宝回头一看，女童也没了影，周遭寂静的吓人，好似刚刚一切就是一场梦一样。青囊防水的效果很好，在当中取出红蜡烛点燃，蹲下身对准洞穴一看，当中竟然有着两蛇一兔，其中金蛇断了2节，银蛇蜷缩成了一团。那兔子看着像是已经奄奄一息。张大宝深知爷爷所说的因果报应，这2条蛇分明已经有了灵，可没办法，他要是不这么做，爷爷就会死。对不起了，我也不想这么做。说完这句话，张大宝一剑劈死了银蛇，又把白兔拎了出来，与兔子对视时，发现其双目洪亮，纯净晶莹明澈，活像一对闪光的红玛瑙。兔子不停地落泪，张大宝闭上眼，心中暗道一声对不起，用手中的梧桐剑弯起双目，又用红布将2枚玛瑙包好。让张大宝惊奇的是，兔子竟然没出血。按照爷爷的说法，他把兔子给放了。转瞬间，白兔消失在了树丛中，他边跑还边发出呜呜哭声。张大宝拿着2枚晶莹剔透的红玛瑙到了芦苇荡，一直在水中浸泡。到了凌晨2点多时，水间传出蛤蟆的叫声，缓缓地拨开了芦苇荡。只见在水面上漂浮着一只至少1米大小的金蛤蟆，蛤蟆四周不断有鱼游过，大蛤蟆一张口就是一条鱼，而且好似它不会吃饱一样。张大宝悄悄地凑过去，把手里的红玛瑙一丢，那蛤蟆一口便吞下，连续丢了2个后，天边竟然传出一声鸡叫，而蛤蟆好似碰到了什么害怕的东西一般，转瞬间钻入到了水底。张大宝环顾四周，距离太阳升起还有好一阵，并且周围并没有氧气，鸡叫之声显得极其突兀。收好了青囊，张大宝回到了村子。到了家，看到爷爷还瘫痪在床，张大宝紧张地问道：“爷爷，我已经按照你说的破了玉兔蟾宫穴，你好些了没有？”李一指欣慰地笑了笑，蛇盘伤已经开始消失，身体过2天应该就能痊愈了。果然，第2天李一指的眼睛就复明了，3天后竟然能下地了。张大宝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了一遍，李一指叹了口气说：“那2条蛇是被我伪造了龙气吸引而来，现在全崩了，以后的那里几10年发展不起来，是我的错。”听到李一指的话，张大宝非常的自责，就追问道：“难道没有什么折中的办法了吗？”也不是没有，如果成运够好，那兔子自然就会恢复。寓意借周边城市的气运。听到这，张大宝心里才算能好受些。这次破了玉兔蟾宫穴，刘财主家自然不好受。他儿子刚刚由科员升迁到办公室主任，可椅子还没等坐热乎，就被纪检部门查出他贪污违纪。要说那刘家儿子也是闲的，自己本身就家财万贯，贪心的不得了，刚升官就开始见钱办事，最后事情败露，不仅家财被超人，也被判刑坐了牢。这大儿子刚抓进去没多久，小儿子又杀了人，刘财主家转眼就败了个干干净净。经过这次事以后，张大宝对风水充满了好奇与敬畏，书本上的知识远没有亲眼所见更加的真切。那一只1米多长的金蛤蟆和红眼睛兔子更是给了他深深的震撼。眼看开学在即，李一指准备卖掉房子凑学费，张大宝死活不答应，他们爷俩为此争执了1天。晚上的时候，李一指终于妥协了，或许也是因为张大宝对风水太感兴趣。李一指把张大宝叫到了身前，问道：“你是不是真想学风水本事？”“想，做梦都想。”张大宝兴奋的差点没跳起来。当初李一指教他的是书本，出去看风水根本就不带着他。接着李一指点燃香烛，带着张大宝拜了祖师，随后拿出一本民国手抄版的风水摘志，并且叮嘱道：“这本书讲的都是民间风水学说，上面有很多自己批注的见解，让张大宝认真研习。”从那以后，张大宝开始与李一指在家专攻起了阴阳风水学术。3年后，为了让张大宝历练，李一指给他在街边摆了个算卦的摊位。没想到李大宝一出摊，就吸引了一堆好奇的年轻人调侃，毕竟这么年轻的算命先生不常见，正常看相收费也就20-30，可李一指给张大宝定的卦资标准却是千金一卦。因此这1个月以来，除了上来调侃的，却没有一个真正算卦。张大宝每天除了刷短视频就是打游戏。然而在某一天下午，耳边却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。张大宝抬一看，摊位前来了一名20岁出头的小姑娘。收好了电话，张大宝仔细端详着女孩面相，见她五官秀丽，可面色暗黄，月角平滑红润，说明她父亲很有钱。可偏偏遥遥呼应的月角却未能呈现。张大宝断定女孩早年父母离异，并且烦心事与她父亲有关。旁边人都20块钱，你要价这么高，也不怕挨揍吗？女孩调侃地说。张大宝上下打量女孩一身名牌，不过对方额头位置有黑黄2气，近日多半也是晦气缠身。张大宝笑了笑问道：“那您倒是算还不算？”“算得准，我当然算了。我确实有点烦心事，你给我说说，说对了我就给你挂资，要是说不中，你就在白布上写下我是骗子，怎么样？”张大宝也是年轻气盛之人，你自幼体弱多病，5岁冲了太岁，犯了劫煞，落入水中，但却命大没死。家中父亲财运强盛，多半是经商之人。13岁父母离异，父亲现在已再婚。要是我说的不错，你的烦心事儿应该就在你父亲身上。话音落后，张大宝仔细端详着女孩面目表情。刚出摊没几个月，其实他心里也没街边算命师让他多接触红尘事，否则闭门造车终归不是正道。但见女孩瞳孔收缩，张大宝就知道自己说中，悬着的心放下，他也打开了话匣子。眉毛杂乱道生，兄弟宫显露，你要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，加上你父亲近期的不闻不问，导致你近期生活拮据，所以一切由妒心所生。要想转变，也不是不可。张大宝说完这话，那女孩顿时急切地抓住他的双手，扑面而来的香气与那洁白的脖颈，让张大宝不由心里一颤。毕竟他现在可是火力四射的大小伙。真神了，先生，求求你教教我该怎么做。现在我父亲不管我，信用卡给我停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他的声音带着哭腔，甚至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。张大宝为了让自己能冷静点，特意和他拉开距离。女孩
还二话不说丢过来1000块钱。张大宝将他生辰八字要来，得知他叫赵娜，20岁在师范大学读书。张大宝让他带自己去他家看看。继母之间多数都不太祥和，有时候必要的情况下，可以布一个简单的小局，只要不是豪门恩怨，多半都比较容易产生祥气。坐车到了他们家小区，刚进大门就发现他们家的格局前窄后宽，主财富丰厚有据，看得出建造房子的开发商也是暗合风水之道。等进了他们家别墅后，大厅正中央挂着一幅毛笔字，其中那个善写的格外显眼，这是取自风水学说中的一善辟百邪的说法。房子内的正气非常足，由此我断定他父亲100%也是位乐善好施的人。张大宝提议去他闺房看看，这次他来也是想给他在闺房布置一个名为卧冰球里的风水阵，以冰块置于他床下的坎位与巽位处，再以朱砂锁住水痕，将床正面放置一副鲤鱼图，挂上7749日后去菜市场买条黑鲤鱼，熬了汤给继母喝下，就可达到宁家宅的作用。张大宝让赵娜取来冰块后，他刚刚蹲下身就觉得一丝不对劲，竟然闻到了一股子臭味。要知道家宅风水最忌讳的就是在床下放置腐烂异味的物品，这味很淡，但张大宝也能闻得出来。他让赵娜帮忙把床挪开后，就在正对着头部的下方，地板上有着一个豁口，上前把地板起开。他二人同时抽了口凉气，只见下方放置了一只用火烤干了的老鼠，散发气味的老鼠与赵娜父女二人的合影竟然以红绳捆绑在一起。张大宝再次端向赵娜，之前他看走了眼，那根本不是什么霉运导致的肤色暗沉，印堂之处黑黄叠加，正是死气夺生的征兆。大师，这是什么？赵娜紧张问道。张大宝深吸了口气，知道这回算是碰上事了，就告诉他，此写法名为鼠院，需在不长草的孤坟旁挖下深空，将10几只母老鼠丢在坑内圈养，期间老鼠不能见光，每日以人肉喂养，15天后开始绝食，直到老鼠自相残杀到只剩下1只时，再丢入雄老鼠与其繁殖。那母老鼠会在受孕后吃掉雄老鼠，受孕后在每日凌晨以沾了血的白米饭喂养1个月，直到母鼠腹部隆起，再将其取出，最后用蜡烛活活烤干而死。鼠院因就因在一个绝字，受术者不会立即毙命，但却会随着鼠院种下后一点点的心智错乱，直到腐臭的气味散开，那家里的人便会一个接着一个的横死。这鼠院埋在赵娜天灯的位置，显然就是想置他于死地。张大宝想到了爷爷曾经告诫他的一段话，他说一切邪术自有天定，若是为非作歹，老天爷自会去收，但我们不可以去插手，因为你不知道这究竟是因果报应还是飞来横祸。要是飞来横祸，你帮了人算是鸡，可若是因果报应，那就是狐狸没打着，还得惹个一身骚。我把1000块钱拿出来交给了赵娜，说道，不好意思，这买卖我不做了，钱退给你，你还是看看你们家有没有得罪人吧，这个东西很邪门，得让施法者自己来解除，我才疏学浅帮不了你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说完张大宝就要走，可那赵娜急得哭了，她跑过来一把拉住张大宝的手。大师你别走，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啊？张大宝说自己真的没办，可那赵娜认了死，竟然扑腾一下跪在地上，求先生救救我！这几日我每天晚上做梦都听见房间有异响，半夜有时候还能听见小孩子的玩闹声，折腾了快半个月没睡好觉。开始我没当回事，但我爸爸心性也变了，他一门心思就在我继母身上，加上近期我的开销也很大，前几日喝酒开车撞了人，对面向我要钱，可我爸竟然给我断了经济。今天找人算命也是想碰碰运气。大师你说的对，我确实和我继母不和，可他要害我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他抱着张大宝的腿不松又张，我看咱俩年纪相当，只要你救了我，我给你当女朋友还不行吗？张大宝闻言连忙拒绝，这女的他可养不住，虽然天生媚骨可眼泛桃花，今天和你真情真爱，保不准以后哪天给他扣上小绿帽。不过见他凄惨的样子，张大宝也有些不忍。鼠院埋了有些日子，现在已经开始气味反，估计不出7日他们家该有大事发生。而且像他刚刚说的小孩子玩闹，是由于老鼠自身本是凶灵，很容易引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过来玩耍。思前想后，还是有些动了善心，就问了一句，我想知道你继母是否也一直住在这家中。赵娜赶忙擦了眼泪，以为张大宝愿意帮他，起身竟然抱住张大宝不松开，好似怕张大宝跑了一样。他说眼术是我继母一直在这住，怎么了？对家宅的咒术，他继母既然已经和他父亲结婚，那就是一家人，自然也会受到眼术侵染，并且他腹中怀有胎儿，更是凶险至极。张大宝说，不是你继母做的，等你爸回来问问他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吧，最近他肯定不顺。他要是不信，你可问他近期是否经常丢东西，心口和小腹每晚都会特别疼。张大宝是真没打算，现在咒法已经生效，就算把属尸丢了，他也会自己。最好的办法是找施术者聊聊，看看有没有化解的可能。但赵娜却是不干，非要让张大宝留下来陪他。在张大宝执意要走时，他竟然把胸前衣服撕坏，瞪着眼的说，如果张大宝敢走，就报警说张大宝非礼他。东北女人的彪悍性被他体现的淋漓尽致，摆明了赖上他张大宝。赵娜把头发一散，又用力搓了，做出凌乱的样子，给张大宝整的是一点折眉。但就当张大宝在看向那鼠院时，一个异样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就是这老鼠的腹部突出了一小结印，觉得奇怪，因为鼠腹是用来内院，破了岂不是阵法也破？可当他用手扒开时，张大宝顿时就怒，邪师竟然用活尸养邪，而且这半截骨头分明是小孩子的手指。赵娜感觉张大宝对劲，就问他怎么了。张大宝让他闭嘴，爷爷常教导他做人做事要心存正气，这样才能百邪不侵。此指节大小纹路应该是个孩子。张大宝拿出电话打给了李指，通了后他把前后交代了一下，随后对李一指说，爷爷，你说这事咱救不救，管不管？管不管？你确定是活尸？李一指又问一遍。张大宝又仔细观察了下半截小指，分明是生吞，只有鲜活沾了血的老鼠才会迫不及待，否则腐尸的气味很恶心，老鼠也得是饿得没辙才会去吃。对李一指说自己确定。李一指闻言愤恨地说，都现在这个社会了，还有人干这种缺德事儿！你等我回去再搞这个鼠院。
手持活尸那是凶阵，你自己搞不定。张大宝问他啥时候回，李一指说最快得半个月。当即张大宝就歇了菜，半个月等他回来肯定得死，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李一指沉默了一会后说：你看看他们家的正门有没有反攻煞，吃了活尸的属院灵智很高，会惦记出去玩，所以必须有反攻煞逼的属院不敢出门。他们家的楼后肯定是中了阴树阴鬼，把树砍了请了门神后，让他们家人近期都别出门，等我回来再破。按照李一指的说法，这间房屋已经成了凶宅，内有游魂属院，外有攻煞困着，楼后正对着阴树，阴魂困在宅里不得出。开始还好说日子久了不出乱子都是怪事。张大宝跑到了窗户前，顺势在别墅的正门前修建的是一座排水沟，蜿蜒的水渠到了正门位置，忽然拐弯形成了弓状。本来这也没什么大事，偏偏在宫后的别墅围栏是那种尖形的护栏，简直就是现成的利剑。行煞是风水害人的一种，轻则房主身体不安，重则性命之危。再看向楼后正对他们家窗下有着2株槐树，格外显眼。张大宝指着树问：这什么时候出现的？不知道啊，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，放假回来就有了。这树怎么了？槐树是5阴树之一，一个木，一个鬼。通俗点就是这树容易招阴，居家风水的禁忌，凡是人居住的地方都不能种植槐树。现在张大宝拖拖办，对方是个高手，心里有了退堂，可李一指都没说不。他这时候跑了也太没面子。大师，咱们该怎么办啊？先破了反攻晒吧。你家有锤子吗？想了想回道：有倒是有，不过在库房。张大宝随他一起拿了出门，直奔向排水渠。没等开闸的时候，大门外进来一男一中年男人，瞪着眼怒斥：娜娜，你越来越不像话了，竟然往家乱领人，还有没有个规矩？张大宝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方头宽脸的中年人领着一个30出头的怀孕妇人进了屋。不得不承认，他继母要比赵娜还要漂亮。再观察中年人眼睛微，面颊有些发青，手指总是不经意间抖动抽搐。由此可见，他要不是一生运势正旺，早就被祸害死。这是我爸赵志勇。张大宝点了点头，赵志勇却气势汹汹地奔着张大宝的面门就是一拳，说：你们做了什么？张大宝闻言气得没辙，自己一片好心救人，竟然挨了拳头，转身就要走。可赵志勇竟然把他拦下，还不依不饶地说：别走，等警察来了说清楚。赵娜跑过来，站在他们中间推了他爸一下，急得直跺脚。爸，你干什么？前几天我就跟你说家里闹鬼，你不信，他是我找来帮忙的算命先生。就他，算命先生有他这样的吗？赵志勇满脸不信。张大宝把青囊里的罗盘取出，无奈地说：我说我是来看风水的，你信吗？假如我不管，不出7日，你全家都得死。赵志勇闻言冲过来揍张大宝。赵娜的继母忽然捂着肚子倒在地上，神态十分痛苦。与此同时，隔壁的狗开始不停地狂叫。就在别墅外正门外不过3尺的距离，10几只野猫对着大门不停地狂叫。张大宝匆忙地拿出罗盘，盯着罗盘上飞速旋转的指针，他吞咽了口唾沫，眼前分明是咒术开启的征兆。一瞬间，脑海中浮现了风水学说的一句话：鸡飞狗跳，猫哭带笑。照这么看，这家人要倒霉了。野猫齐聚目的就是为了等他继母流产后闯进来抢阴的。赵志勇怒吼道：快打120啊！要是不想他有事，你就离远点，没时间跟你闲扯。赵志勇撂下这句话就要抱人，张大宝为了救人也顾不得那么多，飞起来就是一脚，直接给赵志勇踹倒。赵志勇起身要和张大宝打架时，张大宝已经快速撩开他老婆的衣服，只见凸起的小腹上长了一块巴掌大小的黑斑。张大宝取出朱砂笔，围绕着画了一圈，顿时他老婆不再痛苦哀嚎。赵志勇惊讶地问：那是什么？见到了怪事，也不再和张大宝争执。张大宝缓了口气说：现在可以把人抬到卧室。赵娜惊讶地问道：大师，刚刚发生了什么事？张大宝顾不上解释，先让赵志勇将家里的穿衣镜扛到了院子里，摆在反攻煞正对着的大门位置，随后进了屋。赵娜缠着张大宝问：这是干什么？张大宝解释道：镜子有反煞的作用，能折煞气，对准大门暂保平安。经过刚才的波折，赵志勇态度好了很多。二人坐在客厅里聊起了天。通过聊天才知道，赵志勇在市区有几家商铺身价不菲，然而最近的运气却不怎么好。先是供货商卷着钱跑了，又赶上货款单被老鼠咬了，天天急得的上火。赵娜又不省心的胡乱搞对象，所以见到他才会那么激动。赵志勇叹了口气：最近是有点不顺，小兄弟不瞒你说，我最近确实经常能看到怪事。有一天晚上我回家，刚开灯，见到沙发的位置坐着3个小孩，我揉揉眼，以为自己看错了。夜里时不常还听见屋内有玩闹的声音，我也觉得奇怪，找过法师给看了，都说没什么大事。加上最近生意不好做，我休息不好，以为自己出了幻觉。赵先生，你想想，你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？赵志勇思索着说道：我平日里与人为善，时常还接济孤儿，庙里募捐我也是拿了不少，从没和他人结仇啊。他又看向赵娜，叹了口气：娜娜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像是变了个人，以前她不是这样的。张大宝心里也明白，古怨或乱心智，也难为了赵志勇。赵娜低着头不语，嘴里念念叨叨的埋怨他爸不给钱。忽然赵志勇对张大宝跪下了，哭着说：求求你帮帮我吧！刚刚我给李倩抱床上时，看了眼朱砂，那简直像个眼睛一样，还会眨，花多少钱都行。一瞬间，张大宝也有些心动，就这单买卖，他要个10万8万都可能，但他确实没什么把握。忽然楼上再次传来嘶吼声，赵志勇第一个窜上楼，张大宝紧随其后。进了门，赵娜被吓得一声尖叫，张大宝也倒抽了口冷气，因为李倩对着镜子把自己挠成了血葫芦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背叛我，让你背叛我！赵志勇抱着他老婆不放，但李倩也不知道哪来的力量，竟然一甩把赵志勇撂倒。让你后悔，让你来求我！口中骂着，接着还挠着自己。
张大宝在一旁注意到那赵倩的瞳孔涣散，显然是中了邪。赵娜躲在他身后不敢露头。这时张大宝壮着胆子上前大吼：“那肚子里的孩子还未出世，你这么做不怕遭报应吗？”李倩挺着肚子转过身，一双大眼直勾勾地盯着，嘴角抽动冷笑：“我劝你别多管闲事，这家人罪有应得。”此刻的李倩应该是被邪视控制，与农村的壮客很像。爷爷讲过，邪视可利用八字对宿主进行控魂，这种秘法在东南亚一带较为流行。张大宝想着和对方沟通一下，毕竟大家都是道上混的，也明白什么叫做天网恢恢。这李倩肚子怀有身孕，孕妇自古是上天所佑的人，你害死了她会遭谴的。滚，否则我连你一块收拾了！他怨毒地看着张大宝。张大宝闻言一下就怒了，他这刚行走江湖就碰见个硬茬。张大宝直接把青囊打开，取出梧桐剑和鸡血线，喊了赵志勇过来帮忙。赵志勇现在已经没了主见，按照张大宝所说，跑过去将李倩捆成了粽子。顿时他瘫软地躺在地上，把李倩抬到床上后，张大宝心里开始盘算着自己这几年所学。这鸡血线是雄鸡血泡过的娘子线，新娘子衣服拆下来的，用于点阴宅时防身用，属于纯阳物。此刻邪师能控魂，说明对方应该不会太远，加上控魂是需要有媒介的。张大宝问赵志勇：“你老婆最近和谁有过接触？你仔细检查检查，她身上有没有你没见过的东西。”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出去等着，走吧。领着赵娜出了门，他一脸崇拜地问张大宝。张大宝随便编了几个故事把他蒙混过去。不一会，赵志勇一脸黑线地出了门。张大宝问他怎么了，赵志勇似乎有些难以启齿。张大宝严肃说道：“这可是关系你老婆孩子的命。”赵志勇一咬牙说：“先生纹身算不算？”纹身怎么了？那纹身是她前男友给纹的，除了这个也没什么。纹在哪个地方？赵志勇顿了顿回道：“纹在屁股稍微往上一点，尾椎的位置纹的是二鱼戏珠，一条刺着素油条迷的名字，另一条刺着她前男友的名字。而且当他们分手后，纹身去找纹身店里洗过，可不管怎么洗，那纹身过一阵还会长出来。于是吉祥的图案不可能出现这种怪事。”带着疑惑，几人走进了房间。此刻也顾不得男女有别，由赵志勇把李倩的裤子脱下了。只见两条鲤鱼游姿优美，且鱼头向下旁边伴有浪花，头正对尾椎的部位纹着圆珠，好似随时进入骨沟一样。唯一诡异的便是鱼眼发红，刺上名字寓意着女子终身都会成为这个男人的私有物品。事情应该就出在这纹身上。张大宝叹了口气，总算明白为什么施术者会属愿了。但人命关天，看到了就不能袖手旁观。张大宝沉吟了一会后说：“把所有窗户门关上，窗帘拉上。”是。赵娜再将所有的水龙头打开。赵娜疑惑问道：“这是做什么呀？”还能做什么？当然是救人了。不想死的话就快点。张大宝催促道：“这个纹身图是南疆降术的一种，目的是让女子能够死心塌地地爱上施术者。可世事无常，爱你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假。”在解咒之前，张大宝给爷爷打了个电话，爷爷说自己在吉林那边很忙。赵志勇，没办法了，只能先让你替他受着了。但是你会五脏六腑翻江倒海，或者还有别的？赵志勇踌躇了一会，一咬牙地问：“先生能有多大把握？”张大宝如实说道：“90%。”赵志勇咬了咬牙说：“好，我做了。”张大宝又让赵娜焖了点饭后，就坐在客厅的位置观察浴桶。窗外黑色渐浓的时候，三伏天房子内竟然刮起了阴风。客厅的窗户外不停有野猫拍窗，伴随着猫哭，让人觉得不寒而栗。距离凌晨越来越近，张大宝先是去厨房拿了陶瓷碗，磕掉茶后盛了5碗饭。他对赵志勇招呼下，赵志勇有些紧张的左顾右盼问道：“干啥？”张大宝说道：“过来。”见他犹犹豫豫，张大宝有些心烦。赵娜一直打着哈欠，他父亲也是眼皮搭着，而张大宝知道这才刚刚开始。忽然间，客厅的电视亮，赵娜吓得尖叫一声，赵志勇也吞咽了口唾沫问道：“张大宝让他们别说话。”听见电视机上雪花声音，房间的地板上传来哒哒的脚步声。此刻张大宝心里也紧张的要命，虽然他学过阴阳风水，也知道人体3把火的厉害，可谁看到这种情况会不害怕？哥哥嘿嘿，别跑，一起玩啊！小女孩的声音传出，此刻张大宝汗毛炸起，赵娜更是紧搂着他不放。后来张大宝实在没辙了，就开始挣扎，他还不动，张大宝就掐了他一下。别搂我，马上做事了。他噙着泪不可否认，美人含泪的样子确实漂亮。定了定神，赵娜指着他的左侧，瞳孔圆睁的吼。赵志勇还算冷静，搂住女儿不让乱动。张大宝歪着头，汗毛也竖起来了。在他侧面的是一男一女2个小孩，他们穿着校服，背着书包，表情冷峻，眼神充满了怨恨。张大宝吞咽了口唾沫，强忍着发麻的头皮，在心里安慰自己也算是个阴阳先生，没什么可怕的。吃吧。2名小孩果然缓缓地走过来，他们好似看不到张大宝一样，蹲下身子，狼吞虎咽地开始吃饭。可刚吃了2口，房间内摆放的挂件全部倒塌，那2对小鬼不见了，可那5碗饭却在不停地下降。转眼间同时吃了干净。再看赵家妇女也傻了眼，接着张大宝双手抱拳对着浴桶去，口中震声说：“弟子恳求武上仙除灾化煞。”见红布依然没有反应，张大宝走到赵志勇近前，瞪着眼说：“把手给我！”赵志勇怯生生地说：“干什么？想死想活！”张大宝的额头已经开始冒汗，请神容易送神难。他们家的大门轰的一声开了，寂静的夜里传出猫惊吓的惨叫声。赵志勇听到猫叫后翻起了白眼，他人就一头栽到了地上，抽起了歪风。这可把张大宝给吓坏了。只见赵志勇整个人栽倒在地上，不断的抽搐。赵志勇的身上出现了鬼气，张大宝随即掏出符纸，符纸燃烧的瞬间，赵志勇的身上的鬼气消散了。如果不是他及时出手，那死的人就会是赵志勇。阳宅最忌讳的就是五鬼，五鬼好则居家财气旺，
但要无鬼不宁是会出人命的。一根烟的功夫，张大宝到了办公室，推开门就见地面上拖着长长的血迹，房间点着白炽灯，监控器亮着雪花点，一切看起来那么的安静。张大宝顺着血迹上了2楼，推开值班室的门，地面上散落的一地红蜡，保安瘫软在地上，模样20多岁，对方现在的脸色很白，手臂全是狰狞的伤疤。男子怨毒地对张大宝说：为什么你要插手？想到了鼠院吃活尸，张大宝顿时明白了，他是用自己的肉来喂老鼠，而那残缺的手指竟然是他的。张大宝长叹了口气说：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，我见到了就要管。男子眼神阴冷且语气愤怒地说：他的孩子是无辜的，那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呢？为什么？凭什么？他有钱就能欺凌我？他们都该死，他们全家都该死！眼神像刀一样剜入到了张大宝的内心，他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能让对方费尽心机，想要将赵志勇赶尽杀绝。从臀部上的鲤鱼细能判断出两人的关系，难道说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？张大宝叹了口气说道：自古冤有头债有主，谁惹了你，你找谁报仇？还没落地的婴儿是无辜的，我既然看到了，就不能不管。男子轻哼了一声，气色虽然有些萎靡，但却还是很认死。他缓缓道出了事情的原委：6年前，我和李倩在黎族的寨子里举行了婚礼，我们相爱了6年，有了一个儿子。虽然日子过得清贫，但也安稳。原来在6年前的春夏交接，岭南一带的黎族寨子里举行了一场婚礼，全村人口不多，均处在一片欢声笑语中。福威说他和心仪的女孩已经相识相知相爱了6年，今天终于修成正果。2人在第2年有了孩子，日子虽然清贫，但也过得去。可随着互联网的越来越发达，旅游业的发展让各地的新鲜事物席卷了那个几百人的小寨子。李倩是寨子里最美的姑娘，虽然她很爱自己的丈夫，可寨子外的繁华对她的诱惑实在太大。福威咬着牙说，那段时间她苦练普通话，我本以为她是想多和汉人打交道，赚点钱，可是谁知道她一直都在为筹划着逃离做准备。他们的世界可能就是仿部卖药生娃娃。李倩那么漂亮，肯定不会安心的。果然，福威接着说，在接待一次大型旅游团的时候，李倩恰巧那天去卖茶，由于生得漂亮，经常会被人调戏。这个时候是赵志勇出面维护她。赵志勇处在离婚抑郁期，外出散心与她相识，自然他就成了李倩出去看世界的跳板。其实这倒是没什么，婚姻法都规定可以离婚的，俩人过不去就离呗。可李倩也不知道怎么被鬼迷了心窍，带着赵志勇去他们家取茶叶。赵志勇被对方这迷人的身段所吸引，提出了想包养他，钱什么的都好说。李倩本来不同意，但老赵确实有钱，一摞一摞的丢，转眼就丢了3万。当即李倩就妥协了。俩人行那苟且之事时，被李倩的公婆撞见，老头老太太也不是好惹的，立刻就过来打2人。老赵也知道当地的风俗，抓到通奸会被进猪笼，吓得他3魂丢了1魂半。撕扯中一不小心推到了李倩的婆婆，老太太撞在炉灶上磕死了，老头有心梗气死了。李倩慌了神，和老赵一起逃离了村子，但他在匆忙之中却把不到1岁的孩子忘在了家中。本来按道理福威回来也就没事，可偏偏赶上台风。福威进家门已是半个月后，打开门看到的是老爹老妈的尸体腐烂，自己的儿子活活饿死在襁褓之中。听到他的讲述，张大宝也被震撼到，那可是全家老小3条人命啊！想着福威的遭遇，张大宝内心一阵唏嘘。那最亲最近的人，因为赵志勇变成了阴阳两隔，有因有果，究竟谁是谁非，又怎能说得清楚？福威见到惨状后大哭不止。不知过了多少天，有其他村民告诉福威，见到他老婆和一个中年人跑了，伤心欲绝的他报了警。虽然发了通缉令，可李倩到了沈阳几千公里外的，改头换面让他有了新的身份，也变成了老赵的情人。发展几年后，老赵又把他娶过了门。且说福威安顿好了家人遗体后，福威去找土司开了昼眼，类似于祭祖的仪式，而后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起了李倩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靠着冥冥之中的感应，去年他来到了沈阳，可双云入屯，两人是有真情真爱的。见到心爱的女人后，福威不忍下手，藕断丝连的两人又搞在了一起。福威深爱李倩，说原谅他，但必须让他随他离开。可李倩虽说被符咒缠身放不下福威，但却由于人性中的贪婪，沉迷于荣华富贵，一拖再拖下的怀了孕，就想和福威断绝关系。被心爱之人的狠心绝情，算是彻底惹怒了眼前的汉子。潜心下咒，先让赵娜变得风情万种，流连夜店沉浸男女之事，又让赵志勇霉运不断。可老赵气运昌盛，寻常方法不管用，新仇旧恨下，福威走了极端，就这样引出了眼前一桩悲剧。对于福威，张大宝升起了同情，他叹了口气：收手吧，福威，我愿替你向天借手，不要为了那些不值得的人深陷仇恨。我那未出世的孩子，谁来偿命？我的孩子才刚刚出生啊！张大宝心中的犹豫半晌，张大宝说道：福威，血海深仇乃是大事，但国有国法，犯了罪自有法律的审判，修道之人动手，轻则死1人，重则死1门。老赵是有罪，可他的孩子却是无辜的，你可以报警。那天赵志勇推了你父母，在现场肯定会有遗留的证据，找到当时的办案民警，案子重审，一定会有机会的。福威不停地冷笑，他那惨白的脸和青涩的纹身看起来就像是鬼怪一般。说这句话时我也有些心虚，身后的异响让我猛地回头，看到赵家妇女正站在大门口的位置，一动不动看着我。尤其赵志勇竟然几步跑到我身边，跪在地上就哭求：张大宝，我求求你了，快救救我吧！我真的不想死啊！而且当年的事情我真的是无心之失，后来我还匿名给你们镇里灾后重建捐款了300多万，我真的是想弥补的。福威见到赵志勇眼眶通红，怨毒地吼着：我恨不得吃了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！我父母惨死，儿子饿死，3条人命你不偿还，天理难容！张大宝瞪着赵志勇，
他低着头表现得很心虚。此时张大宝心里也翻了花，爷爷告诫他不能随便插手别人因果，这件事显然老赵有错在先，福为千里寻仇，他这次到底是对是错？这是真的吗？我说你怎么和我妈离婚后就再娶了这个狐狸精？你对得起我妈吗？我这几年一直做善事，去庙宇捐款，就为了给内心里赎罪。但是我是真心喜欢李倩，你一定要帮我。